他被判了957年监禁。他就是美国犯罪史上最丧心病狂、最令人发指的灵魂杀手杰弗瑞·莱昂内尔达莫。外表温顺普通的他，堪称恶魔的化身。从1978年到1991年间，这位恶魔先后残害了17名无辜男性，其作案手段之残忍，行为之变态，成为美国犯罪史上难以抹去的黑暗印记。1960年5月21日，杰弗瑞·莱昂内尔达莫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，是家中长子。父亲赫伯特·莱昂内尔达莫是一名分析化学师，因工作繁忙常年在外。母亲乔伊斯·达莫是电传打字机讲师，患有产后抑郁症，长期服用抗焦虑药物。夫妻二人常年争吵不断。童年初期的杰弗瑞还算活泼开朗，喜欢看蝙蝠侠、大力水手等动画，但这一性格在他6岁时因一场疝气手术彻底改变。由于手术中麻醉效果不佳，杰弗瑞感受到剧烈疼痛，甚至怀疑自己的生殖器官被切断。术后他不仅变得沉默寡言，还常因这场手术成为同学的嘲笑对象，性格逐渐孤僻。7岁时，弟弟大卫出生，全家搬至俄亥俄州的杜尔斯顿，父亲将更多关爱倾注在小儿子身上，对杰弗瑞的忽视愈发明显，这让本就内向的他更加胆怯安静。而弟弟的降生并未缓和父母的矛盾，争吵依旧不断，母亲的精神状况也愈发糟糕，甚至曾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。此后几年，家庭频繁搬家，杰弗瑞为数不多的朋友也断了联系。他的性格愈发孤僻怪异，将内心的孤独转化为对特殊事物的爱好。最初是收集蜻蜓、蝴蝶等死去的昆虫尸体，后来逐渐发展到在路边搜集动物尸体，用小刀解剖观察其身体构造，且愈发着迷。一次家庭聚餐时，杰弗瑞突然询问父亲，将鸡骨头放入漂白剂溶液会怎样？父亲误以为儿子对化学感兴趣，便教他如何安全漂白和保存动物骨骼，还允许他使用自己的化学试剂。这一行为进一步助长了杰弗瑞的变态癖好，他开始更狂热地搜集动物尸体进行解剖。13岁时，杰弗瑞进入布鲁中学，解剖爱好并未缓解他的孤独，酗酒成为他的新寄托，他几乎久不离身，甚至将酒藏在了你外套里带到学校。青春期的杰弗瑞发现自己对男性抱有特殊兴趣，但深知父母不会认同同性恋，便始终隐瞒这一秘密。16岁时，他萌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，找到一个完全顺从自己的男性，哪怕对方是一具尸体。为此，他曾拿着棒球棍蹲在偏僻小路的灌木丛中等待目标，最终因无人经过而放弃。1978年年初，父母破碎的婚姻走到尽头，父亲搬出家门。同年5月，杰弗瑞高中毕业，并考入俄亥俄州的一所大学，但不久后便辍学，具体原因不明。随后父母正式离婚，弟弟大卫跟随母亲，杰弗瑞则由父亲抚养。家庭的破裂再次刺激到杰弗瑞，多年前那个恐怖的杀人想法再度浮现。1978年6月18日，独自居住的杰弗瑞以喝酒为由，将青年史蒂夫·希格斯诱骗至家中。两人喝酒唱歌狂欢数小时后，史蒂夫提出要回家，不愿让他离开的杰弗瑞趁其坐在椅子上时，突然用哑铃将其砸死。随后他脱下史蒂夫的衣服猥亵尸体。次日一早，在地下室将尸体解剖后埋于后院。1个半月后，因担心尸体被发现，杰弗瑞将尸体挖出，剔下肉块，用硫酸处理后冲入马桶，再用大锤砸碎骨头，零散埋回后院。1979年1月，在父亲的敦促下，杰弗瑞加入美国陆军，最初表现尚可，但很快又陷入酗酒的恶习，甚至殴打2名士兵。1981年3月份，他被军队强制退役。回到俄亥俄州后，杰弗瑞起初与父亲同住，但仅2周后便因酗酒引发的不良行为被逮捕，罚款$60并判处10天监禁。1981年12月，忍无可忍的父亲将杰弗瑞送往祖母家中。此后几年，杰弗瑞无所事事，全靠祖母供养，行为却愈发猖狂。他频繁出入同性恋酒吧和公共浴室，通过偷偷给男性伴侣服用安眠药或含有镇定剂的酒将其迷奸，满足自己的变态欲望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他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名18岁男性的葬礼报道，竟萌生盗墓将尸体带回家的想法，最终因墓地土壤过硬而放弃。1986年8月，杰弗瑞因在2名12岁男童面前裸露隐私部位被逮捕。起初他承认了罪行，后又改口称当时只是在小便，但仍被判定为行为不检点，判处缓刑1年。然而缓刑并未让杰弗瑞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。1987年9月15日，来自密歇根州昂托纳贡的史蒂夫·托美到密尔沃基游玩时与杰弗瑞相遇，两人先在同性恋酒吧喝酒，后回到杰弗瑞的祖母家继续饮酒聊天。次日，杰弗瑞醒来后发现史蒂夫已口吐鲜血死亡，他
他对此前一晚的经过毫无记忆，但仍冷静地将尸体装入旅行箱带到地下室处理，猥亵尸体后将其肢解。1989年3月，杰夫瑞在同性恋酒吧认识了安东尼·希尔斯，以喝酒拍裸体照片发生性关系为诱饵，将其诱骗至祖母家，在酒中放入自制安眠药，待安东尼睡熟后将其杀害。此次他将安东尼的脑袋用水煮开，涂成灰色留作纪念。祖母虽对杰夫瑞的恶行一无所知，但厌倦了他频繁酗酒及深夜在地下室发出的敲击声，于1988年强迫他搬离。被亲人抛弃的杰夫瑞伤心不已，随后搬到北区25街的牛津公寓。此后他更加肆无忌惮地诱骗杀人，作案手段愈发残忍，其中14岁的老挝裔美国男孩克拉内克的遭遇最为悲惨，他也是杰夫瑞的第13个受害者。1991年5月27日，杰夫瑞将克拉内克诱骗至公寓，将其迷晕后外出买啤酒。克拉内克因安眠药药效未退，醒来后赤裸着身体蹒跚跑出公寓，被2名路过的女孩发现并报警。杰夫瑞发现后试图将其拖回公寓，恰好警察赶到。狡猾的杰夫瑞谎称自己与克拉内克是同性恋人，声称克拉内克已19岁，只是喝多了酒才显得晕乎乎。警察进入公寓后，虽闻到难闻气味，但见屋内收拾整洁，且杰夫瑞表现得温文尔雅，十分配合，便不愿介入同性恋之间的纠纷。为询问昏睡的克拉内克，也未做进一步调查，便离开了。当晚，克拉内克被杰夫瑞活活勒死。从1978年6月18日到1991年7月19日，杰夫瑞在13年间疯狂杀害了17名男性，受害者年龄从14岁到36岁不等，大多为黑人。他通常出入同性恋酒吧，将受害者诱骗至家中残忍杀害，随后猥亵尸体满足变态欲望，还会将受害者肢解后用酱料烹饪，其余器官则放入冰箱储存，同时热衷于拍摄肢解尸体的过程。其恶行也被认为是电影《汉尼拔》中食人魔形象的灵感来源，因此被称为密尔沃基食人魔。1991年7月22日，杰夫瑞的好运走到了尽头。前一晚，他仍在密谋猎杀第18个目标。当天，他像往常一样在同性恋酒吧物色猎物，以$100为诱饵，邀请他人到公寓拍摄裸照。最终，特雷西·爱德华兹上钩。推开杰夫瑞家大门的瞬间，特雷西便闻到一股恶心的气味，还发现客厅地板上放着几盒盐酸。杰夫瑞谎称是用来清洁地板的。尽管心存疑虑，但为了酬劳，特雷西还是跟着进入公寓。两人躺在床上，边喝酒边看电影。昏暗灯光下，特雷西震惊地发现卧室墙上挂满了尸体照片，而杰夫瑞此时已注意到他的惊愕，迅速拿出手铐铐住他的一只手，随后掏出匕首逼迫他脱衣服，并忽悠称脱完衣服就解开手铐。机智的特雷西谎称要先去厕所，回来再脱衣服。急于满足欲望的杰夫瑞未加怀疑便同意了。走到客厅时，特雷西突然转身用头撞击杰夫瑞，趁其晕眩之际踢了他几脚，随后夺门而逃。恰好遇到附近巡逻的警车，立即向警察求救。警察赶到杰夫瑞的公寓后，要求他拿出手铐钥匙。杰夫瑞起初配合交出，但当警察提出要查看卧室时，他突然激动地与警察厮打起来，最终被2名警察合力摁倒在地。警察进入卧室后，发现了大量尸体照片，立即请求总局增派人手。增援警力赶到后，在公寓内展开地毯式搜索，最终在冰箱、厨房、卧室、壁橱中搜查到多个男性头颅，还找到2颗人类心脏、一部分人体骨架，甚至在厕所垃圾桶里发现3根人类骨头，以及多张记录杰弗瑞肢解尸体过程的变态照片。接下来的2个星期，在警方的反复盘问下，杰弗瑞毫不掩饰地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罪行，承认自1978年以来共谋杀了17名男性。随后，他被指控16项1级谋杀罪，其中1起因证据不足未被起诉。庭审中，辩方律师指出，杰夫瑞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和分裂型人格障碍，但法院未予采纳。由于案发各州已相继废除死刑，杰夫瑞最终被判处16个终身监禁，共计957年徒刑。宣判后，他被转移到威斯康星州的哥伦比亚惩教所服刑。第1年因安全考虑被单独关押，后来在他自己的同意下转入公共监狱，日常工作是清洁马桶。在监狱中，杰夫瑞开始信仰基督教，一名牧师经常看望他并为他做礼拜，但这并未让他得到救赎。1994年10月18日，杰夫瑞被同监狱的囚犯乱棍打死，该囚犯自称上帝之子，声称杀死杰夫瑞是受到上天感召，是在替天行道。杰夫瑞达莫的罪恶一生根源在于家庭关爱的缺失、不幸的成长环境与扭曲的思想萌动。破碎的家庭带来的伤痛，被压抑的欲望，造就了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缺陷，导致内心对他人极度冷漠。酗酒起初是他逃避孤独的方式，后来逐渐成为犯罪的辅助手段。而杀人、烹煮并食用尸体的极端行为，归根结底是为了阻止猎物离开自己。
善恶终有报，这位臭名昭著的食人狂魔最终未能逃脱正义的惩罚。尽管这种以暴制暴的结局存在诸多争议，但也让世人看到了罪恶的最终归宿。